但是它这个传动啊，就是属于并不是那种很细腻的那种传动，而是那种比较粗犷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骑这个车，要把油门稍微给大一点，跳过它的那个不舒适的区间，这个车骑起来就很爽快。高情商的说法就是属于这个车的动力是属于比较欧系的那种调教，类似于像比亚乔啊，甚至是早期的那些两冲的那种油门设定。但是呢，用低情商说法就是属于这个车低转低油门的情况下，半离合的情况下，还是震动很大。我觉得这个不算是缺点，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改装车的风格，就是改装传动的风格。在城市里面代步跟车的话也很舒服，因为它这个车还是一个让人骑起来很像一个大船的感觉，就是一个大船。然后车把上，哎呀，说到这个车把上这些按键。我说实话，因为如果我是第一次骑绅士的车，我觉得这些按键太恐怖了，多的。但是呢，习惯了之后的话，就是觉得它的这些转向开关啊，这些按键啊，在这个价位里面，在国产车里面还是算做的挺不错的。而且这些工艺看起来的话，还是那么一回事儿。我把这个脚放在那个后脚踏上面试一试。既然有中置脚踏，那就可以。用中置脚踏骑起来，在下坡的时候就感觉我骑的不像是一个踏，因为我的坐姿啊这些都在改变，所以说更像是一个挡车，而且会骑起来对我来说更随心所欲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的人重心就有点靠后了嘛，所以说刹车的效能会进一步提升。先紧的给一点后刹，然后带线。然后前面有车，我们稍后急刹车一下，很强，刹车很强。我觉得这个刹车强的话有两个程度，第一个就是这个车的 ABS 调的其实是一个比较，在国产踏板里面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了，因为大部分的踏板的 ABS 这调的我还没捏多少，感觉它就触发了，但是这个是真的是你快要捏死的时候，它才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是给它释放，这一点我很喜欢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就是这个车，我感觉虽然说骑起来很舒服，但是在操控细节上面，它其实都在往改装车方向靠近。除了就是属于这个刹车，它是属于原厂的刹车片啊，包括它的这些调的都还是调的不错。第二个就是因为它的前轮是用了17寸的轮胎，17寸的轮胎的接地面积，比如说12寸只有这么大，13寸这么大，14寸这么大，15寸这么大，17寸可能就这么大，所以它的同样的接地面积的情况下，会比一般的车更大。尽管它用了一个长得很像龟背胎的公路胎，所以说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胎它是一个龟背胎，它就是可以去绕，其实这个就类似于倍耐力的那个蝎子一样，虽然说长得很越野，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公路胎。嘿嘿。然后你看传动启动转速反应是很快的，应该的话还是继承了我说实话我没有看过那些数据啊攻略啊，标准的一个高压缩比发动机。就是所以说它每次的响应的话会比较快，所以说这点我很喜欢。但是如果对于骑车没有骑过很多种，就是经常骑的就是像佛山呀，或者是台湾的光阳、三阳的那种大绵羊、老技术的绵羊的话，这个车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不是很舒服。因为同样上一次我拍368D 和 E 都是在这一条路上 ，G 对 368G 它在高速的稳定性上确实比那两个好太多了。我不认为这个是它车架的功劳，还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它前轮用了17寸和用了更好的这个避震所产生的。因为368的 D 和 E 那两个的车，因为它这个跟 E 的车架是一样的嘛。我在网上看的啊，所以说至于是不是我也没拆开，但是这台车的重心和它这个前轮的这个组合，可以让它在高速的情况下的惯性更稳定，产生一个陀飞轮，就是那个类似于像那个叫陀飞轮离心力的一个效应，可以让它的稳定度会更高。这是我个人提出来的，就算是刚刚我们也在封闭道路上面骑到个130多，它的稳定性确实比368E 这个同车架的好太多了。好，既然之前我在测
368D 和 E 的时候，我会说这个车在低速的情况下避震的一个反馈其实是不佳的。一个是后避震，它本来就会喜欢弹，然后一个是前避震容易湿，所以说这个的后避震是换过的，所以说我们只是简单给大家来看一看它的一个效果吧。但是我会发现，其实很多时候避震它有一定的功效，但是还是这个前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就能有一些类似于像 XADV 的那种神韵了。但是始终还是那句话，不要因为这两个车长得像，就把 XADV 和这玩意儿放在一起去比。这两个东西，说实话，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道理永远不会变的。所以说，这台车还是一个踏板，因为它就是用了传统的踏板的 CVT 的结构。先上去一下，咦？但是呢，这个车在这个价位里面确实很好玩。咦？哎，其实我也知道这个车的一些优势和劣势了。说到头来还是一个踏板，加了任何东西它还是一个踏板。哎呀，来，刚刚说的那个边撑，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边撑如果正常踩的话是踩不到的。来，踩这样才踩得上来。哎，可以。这么大，重吗？好了，既然是这样一个玩的车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，如果就是正常骑的话，其实还好。但是如果你是不正常骑的话，难免就有倒车的习惯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车倒下来，别人的车我还是注意一点啊。我们先倒下，前面有护杠还好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车如果倒的话，能倒到什么程度？它正常的情况下，来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它其实倒的情况下，如果不翻过来的话，正常倒车它就会倒到这个地方就稳住了。但是呢，刚刚这个车既然要比的话，就来扶它这个扶的程度，来我一只手啊，其实这个扶起来其实是很轻的。哎，锁了龙头的居然是，我把这个龙头解了，看看它能倒到多少呢？好，现在是把龙头解了，我又倒下来，还是卡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属于正常情况下，如果不乱倒，如果是原地倒车的情况下，它就倒到这个程度，因为有护杠支着的，所以说，就是这个车把这样一捏一扶一起来，所以这个点上面，在声势在这个轻量化的情况下，其实是做得不错的，所以说它可以非常轻易的就能把它扶正。对比之下的话，我就可以拿我这个车来说，这个就是纯粹是开个玩笑啊，这两个车的重量都没在一个可比性上的。我们把这个车就把它现在放倒，然后像我自己的车就无所谓了，就给它倒下来。但是我自己有一个独特的扶法，不需要那种乱七八糟的，直接这样就可以扶起来。所以说，扶车的话只是开个玩笑，只是证明这个车比较轻。只是说，大家轻易不要用我这种方法来扶，腰闪的话不要怪我呀。好了，仅承总结。好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如果排除外观，我个人对于这种模仿型的车有个人偏好以外，其实这台车考虑它的售价，说实话，这应该是这个价位里面最能打的一台车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严谨一点，对于一个喜欢稍微比较激进驾驶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车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第一，它的发动机的一个设定和它的传动的调校，都类似于像我们如果要改一台踏板车，我们就要向往那个方向去改，就是属于给了它就有，收了它就收。所以说这种痛快的这种凌厉的驾驶感是觉得很不错的。所以说动力方面，盛世一直是好评。然后但是对于它的车价来说啊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一直骑比亚乔的车，还有骑了像 XADV 啊 T-Max， 虽然说这些玩意儿跟这个都根本不是一个价格来说，但是在车价上面，它同样对比像300-400级的比亚乔来说，它还是在那种韧性和刚性的平衡上面是欠佳的。但是车价这个玩意儿又很玄学，所以说我不能在这个视频里面直接能够给你展示。就是说车价来说，在国产里面其实做的算是不错的。然后再加上一个优质的一个避震调教，但是这个避震调教的话，它又不是属于那种挡车的那种，它还是偏向于一个踏板的一个舒适的风格。但是由于它的这种双3星避震和这种可调机构，所以它能我们自己调到一个非常有支撑性的一个效果，就像我在画面里面一样，其实骑起来是挺舒服的。然后这个17寸的前轮相当好评，
不管是你在过弯的稳定性上，还有一些比如说动态的一些范围上，还有一种刹车的稳定上面，这个玩意儿相当好评。然后但是最终的话，其实在今天的试驾下来的话，我还是认为它虽然是冠以一个 ADV 踏板，而且长得也挺正经的，给你配上了辐条轮啊这样那样的东西，但是我认为它的主要战场还是属于是在公路上面。首先第一，踏板车这个 CVT 结构这么大一坨放在后面，它的前后重量本来就不平均，而且稍微不注意，就像刚刚我们在那边测试的时候，后轮就很容易往一边侧滑，而且是那种不可控的侧滑，跟挡车那种侧滑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它改了后避震，就算是它的支撑性更好，它这个玩意儿在动态范围上面，如果是在你不可控的动质的情况下，这个玩意儿还是很容易，就是让你的重心失衡。中置小踏我很喜欢，可以让我可以在不管是在路上，想要运动一下，还是长途换姿势，有3个位置可以让你来进行来更换的话，这个是好评的。但是这个玩意儿很挡边撑，所以说按理说要在边撑上面增加一个延伸的东西，方便你踩，才和这个的关系可以给它不冲突。因为 XADV 的这个玩意儿是可以拆的，但是这个玩意儿是原生一体的，所以说要解决边撑的这个问题。然后车辆的实用性上面，因为刚刚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驾驶的变化，其实都来自于它这根把。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根把的一个设定，来同样再看一看我的这根，它完全就类似于把一个 ADV 的车把装在了这个上面，而且它的抬升更大，所以说可以换来更舒服的体验。因为原来我是玩自行车的，所以一个车把的一个后仰、长度还有它的抬升，其实就能取决于这个车舒不舒服。就像同样的，默认通常我们是以0嘛，如果你想要更激进一点，你就把这个把往前面翻一点，翻个1度到3度之间。想要更舒服的话，就往后面翻。所以说，这根把能调，超级无敌的好评。好，其他的其实就跟绅士的那个368一样的，但是今天我试驾下来有一个缺点，来，我给大家先放一下。刚刚我在骑的路上，因为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就是它的后备箱嘛，我现在没动哦，但是我的后备箱一直是开着的。其实就像是它这个卡扣，来，我就是正常的卡的话是不容易扣下去的，你必须要坐下去了之后摁一下，它才能卡得住。所以说刚刚我试驾的时候，虽然说我自己就是骑起来不受影响，因为它的坐姿在前面嘛，但是整个我站起来之后，这个坐垫就一直在弹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我希望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小问题，其实一定能解决的。你看吧，它既然都配备了电吸的就是电动的这些开关，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东西扣紧呢？有的时候我拿个东西，比如说我真的没有很注意的，就是扣，它真的是扣不住的。每一次这样按一下，好。但是里面的置物箱超级无敌超级大的好评。好，总之来说，3万多的这个价格，这个动力，这些配置。还有骑行体验来说，如果你是对一个车的一个行驶品质，如果能接受一些比较糙的品质的情况下，这个车其实给你带来的体验感是比较不错的，而且是在368整个这个体系里面，我都觉得比较不错的。但是回到头来，我还是觉得这个车的外观还是致敬了XADV 750不少，所以说我个人对于原创的外观其实很看重的。所以说，就像之前我说368的 D 和 E 啊这些，虽然说外观参差不齐，但是呢它的原创度我非常喜欢，所以说是好评。然后，但是这个车上面的整体的做工的话，绅士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是在3550级别是它的做工的巅峰。所以说你看，就算是这种新的接缝上面的话，还是不能和3550相比。但是没办法。还是那句话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你这些那些都要，但是还不想让厂家涨价，还要降价，那就只能在看得见的地方给你升级，看不见的地方给你抠抠搜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发动机的料子，其实我不知道这个，希望那些买了半年以上的车友可以来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，你的车况是怎么样了。但是从我这样一个喜欢改车、喜欢欧系踏板车，并且一直玩踏板车的人来说，这个车这个价格，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。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细节，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。比如说像这些手把呀、这些按键啊，其实完全是可以简化一些的。第一次看起来人都麻了。然后这些小的转向灯啊，其实也是属于开了模的，但是属于
这个真的好看吗？我这个很主观的啊，这个是真的好看吗？我不是很觉得。然后最后就是这根护杠，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护杠有个防摔的效果，但是这个很影响你的落腿的效果。如果真的是觉得对你的骑行技术有信心的话，把这个护杠拆了吧，还可以减重。然后其他方面，我就觉得这个车，因为之前也骑过368很多车了，所以说觉得这个车确实有点意思，而且在这个价位里面，你要玩一玩，你要动一动，平时像巡航啊，高速的稳定性也会比之前的好不少。所以说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踏板 ADV， 它就是个好踏板。如果你把它当成踏板 ADV 的话，它还有的路可走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简单的给大家评一下，剩下的情况下也是，如果剩下的话还有想看什么东西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说。我们喜欢的话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投个币，甚至收个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